谢。你不是就想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个孩子是你的。你不是就想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吗？这孩子是。 小希，快点50块！小希，医生怎么样了？病人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孩子也保住了，但简小姐身体虚弱，还伴有子宫肌息症。子宫肌息症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好好休养，很容易流产，就之后很难再有生育的可能。那就是说，哦，没错。简溪肚子里的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？我问你话呢，你……不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已经问过小希了，他什么都不肯说。等他醒来，我们再问问。我们顾家的脸，竟然被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给丢尽了。按时间推断，会不会是上次酒会他与江清杰的孩子？什么？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谁都不要乱说。我不管这个孩子是谁的，绝对不能留。尽快安排手术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不行，你说什么？医生说了，小希体质特殊，这有可能是他唯一的孩子。你想过这件事情曝光以后的后果吗？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？她不过是顾家的一个养女，我跟你说过，我绝不允许她影响我顾家的声誉。顾伯伯，宜修只是担心小薰受苦，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我可以退一步，孩子可以留下，但他不能辱了我顾家的声誉。既然孩子是江庆杰的，那就尽快安排他嫁过去。江庆杰他就是个人渣，你这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啊！我已经退了一步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他自己不检点，有什么资格讨价还价？其实我有一个办法，小希之前不是说想搬出去住吗？如果我们对外宣称他与顾家再无关系，这是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？这样既保全了顾家的名声，孩子也能留下来。只是他以后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商雅说的可以，那就按商雅说的办。这一下你没有意见了吧？哎，小希，你这才刚出院没多久，不能天天闷在家里的，会闷出病来的。啊！哎，我听说附近有一个国际婚纱展，特别棒，而且里面有一件作品跟你之前获奖的那件婚纱作品特别像，想不想去看看？哎呀，就当是陪我了，求你了。哎，你看这件还不错呀，但是还是没有你设计的有灵气。哎，小希，那不是你设计的新月吗？一模一样啊！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著名婚纱设计师尚雅小姐为我们介绍她这件名为《星梦》的婚纱。有请尚雅小姐。谢谢大家。星梦的灵感源自于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承载着我对我自己婚礼的热切期盼。你撒谎！这明明就是简溪的作品，明明是你偷了她的设计。这不是那个想勾引小叔的顾家养女吗？我看就是嫉妒尚雅小姐要嫁给顾总，故意来闹事儿的。好歹多的心呀！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，请大家不要引导舆论，重伤小希。证
明明就是简溪的作品。公道自在人心。简小姐，据传你与顾家关系复杂，是否因私人恩怨恶意重伤尚雅小姐？简小姐，你有何证据指控尚雅小姐抄袭？我能证明。顾总，请问您对这件事怎么看？这件婚纱确实是出自……等等。我能证明，这件婚纱是尚雅的作品。你说什么？借着今天这个机会，我要宣布一个消息：从今以后，简溪和我顾家再无瓜葛。简溪生性顽劣，不服管教，多次有辱我顾家的声誉，所以不得已才做此决定。之前说好的，等病好之后和他划清界限。如果你敢出尔反尔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先送他们两个回去。所以，这一切都是你一手策划的。你不该对他动心。我都说了我会离开，为什么连我唯一的梦想婚纱设计你都要毁掉？急救室目前只剩1间，先救哪一个？先救尚雅。先救尚雅。急救室目前只剩1间，先救哪一个？先救尚雅。不行，先救简溪。顾总，要是尚小姐有个3长2短，咱们没法跟尚家交代呀。到时候咱们顾氏集团可就……我说了，先救简溪。先救哪里？来，搭把手，护士，把他送到休息室，快！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命是保住了，但孩子没了。丢下我！不要！小溪，我的孩子呢？不会的，医生，我要找医生。小溪，你冷静点。医生说你需要静养。我要找医生，他一定有办法可以解决。小溪，别这样，小溪，小溪，我的孩子，小溪，孩子没了。小溪，你放开我！先救尚雅。为什么选择他？为什么不可以选择我？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孩子，是你，就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孩子，你是杀人凶手！小溪，我没有，我先救的人就是你。你给我滚！我不想再看见你。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。刚刚从急诊室出来的那个女孩跳楼了，听说是得知自己孩子没了，想不开才轻生的。小溪，小溪，
小姐，你还好吧？等我出院了，我就会搬离顾家，不会给你们添麻烦。小姐，我累了，我想休息，你先回去吧。我这样做真的是在保护他。我喜欢的人是简溪，我不会同意和尚雅的婚事。混账！顾氏集团资金链断裂，濒临破产，和尚家联姻是唯一的出路。要为了一个捡回来的养女而毁了顾家吗？公司的事情我会解决，但我绝对不会和尚雅离婚。哼！你要真能解决，那8年前就不用出手，制造一场车祸，除掉简溪的父母了。你说什么？要不是当年简溪的父亲非要揭露公司的技术生产问题，顾氏集团早就成为江城的龙头企业。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让我收养简溪？我是要确保他不会对我构成威胁。如果他知道你是他杀父仇人的儿子，你猜他会怎么样？你好卑鄙啊！乖乖的按我说的去做。得。这就是简溪的下场。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好心痛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如果你还是放不下，那我就只能让他彻底消失。明熙收养你、照顾你，只是为了报答恩师之情。他对你从无奶粉之情，就别再抱开玩笑了。怎么，不信？那我证明给你看。走，明兄会选择你，相信谁吗？小希，你疯了！救命！小希他疯了，我想安慰他，就说我是罪魁祸首，想要杀了我。小希，孩子没了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你不能牵动于上雅，这件事跟他没关系。不是我。不清楚，哎，顾总，刚刚鸟园打来电话，说简小姐的爷爷可能快不行了，这事儿先告诉他。还是先别告诉他，祁连的噩耗，我怕他想不开。去尽最好的医治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保住简爷爷的命。可万一没有万一，现在的他经不起任何的变故。去吧。好，顾总。医生，我女儿的手怎么样？这会影响她以后的创作吗？伤口太深，虽然不会影响正常生活，但想像以前一样拿起画笔创作，可能有点难。爸，我都不能再创作了，我的事业，我的梦想都毁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让我死了算了吧。今天你们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让你们顾家在江上彻底消失！少总，别生气，是我们管教不严才出了这样的事，我一定会给尚小姐一个满意的交代。
去把简溪给我叫过来。尚伯伯，小溪她刚没了孩子，不小心失手伤了尚雅，恳请您不要为难她。到现在了，你还护着这个扫把星？是我没有尽到未婚夫的职责，保护好尚雅，所有后果我来承担。所以，现在你是要护着简溪？少导，他不是那个意思。他的手不是我割伤的，是他自己割伤的。到现在了，你还不知道悔改？个混账，给我跪下道歉！我说了不是我割伤的，为什么我要道歉？一个顾家养，顾启年，你确定这就是给我女儿的交代吗？今天非打死你！你还要护着她？这件事情，我会给大家和尚雅一个交代。我会安排简溪出国，从此与顾家再无任何关系。这个结果，你满意了吗？其实我也知道简溪顽劣不堪，我也没想跟他太过计较。简溪，这次姐姐原谅你了，出国好好磨练一下也好。这样也好，我本来就没想赖在顾家。小溪，原谅我，这是母亲唯一能报答你的。李特助，把他带回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踏出房门半步。你受委屈了。先委屈你几天，等一切妥当之后，我再安排你出国。是简溪吗？你爷爷快不行了，快来医院见最后一面吧。求求你们救救爷爷，我马上就到。小姐，少爷吩咐过了，你不能离开房间。我爷爷快不行了。小姐，你就别难为我了。开门！开门呐！小手，爷爷快不行了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， 怎么回事？开门！李特助，我爷爷快不行了，我爷爷快不行了，求求你放我出去！让开！车上我担着。我爷爷他怎么样了？小溪，节哀吧。对不起，我没有看到你的电话。小姐，生死不能复生，
我相信一夜在天之灵，肯定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3点了，小姐滴水未进，再这样下去啊，小姐的身体撑不住的。去联系美琪过来。小希，小希，美琪，难道这几天你把自己折磨成这样？美琪，爷爷他走了，他不要我了。没事的，小希，你还有我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美琪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件事？我听说简老爷子在尚小姐出事那天就不行了，是少爷吩咐的，瞒着小姐的。啊，你的意思少爷是故意的？为什么呀？简小姐一直缠着少爷不放，可她终归是没有人要的孤儿，怎么能跟尚小姐比？我猜啊，少爷是想借此机会逼走简小姐。原来我从未被选择过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帮我逃离这里。我需要出差1天，叫了美琪过来陪你。有什么事儿，你可以先联系李特主。也许我们注定是这样的结果。小希，是我，美琪。美琪，小希，小希，顾明修已经走了，我安排了车在外面等你，咱们俩换好衣服你就赶紧走，管家发现不了的。那你怎么脱身呢？哎，放心，我有办法。为什么我总有种不安的感觉？今天的行程取消，回老家。既然想好了，就勇往直前。在国外好好照顾自己。走吧，走吧。你的心里不再有我，从幸福到落寞，预想不到的。师傅，开车吧。说好的爱已经忽略我被清除。小七呢？我问你，小七他人呢？他走了，他再也不回来了。说什么？从他知道你们的孩子没有了那一刻开始，你们之间就再也没有可能了。我们的孩子？你啥意思？是说小希肚子里怀的是我们的孩子？你到底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好好想想你自己那晚做了什么吧。那晚他喝多了，醒来什么都忘了。这样也好，我不想给他添麻烦，就让他成为我心中的秘密吧。宝宝，今天是你来这个世界的第30天，可妈妈还是没有想好怎么跟爸爸说，我们再等等好不好？对不起。
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或已关机。如需留言，请按1。小希，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。小希，我全都知道了，都是我的错，不要走好不好？小希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小希，小希到底怎么样了？颅内大出血严重，需要马上进行开颅手术。可是手术的风险很高，我怕小希她……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坏的结果就是你再也见不到她了。想好了就签字。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活他，不能没有他。小希，你一定要挺住，准备肾上腺素。病人血压持续下降，心率不足80，病人马上陷入抽合状态。主转移，快！小希，你说。我好累啊，我撑不下去了。如果有来生，我希望我没有遇过他。小希，小希！手术成功了，对不对？小希说他后悔已经。是，这一切都怪我，是我太懦弱了，是不敢直面小希对我的感情。但这一切都源于我太在意他，我害怕失去他，所以你就欺辱他，无视他，伤害他。你有没有去问问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呀，顾明修？啊，你就是个混蛋，就是你把他毁了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会付出一切来弥补小希的。只要我和他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以后，顾明修，一切都晚了，你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小希已经走了。小希他不会死的，他肯定是不愿意见到我，所以才让你出来骗我。没事，我可以等他气消了。顾明修，小希已经死了，你认出现实吧。这是小希临死前让我交给你的，他说如有来生，他不想再遇见你。小叔，我喜欢你。不是告诉你要少喝酒吗？你胃不好，不可以喝那么多。小希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推开你的。就像你说的，我也喜欢你，我也想和你在一起。
小希，在你心中我算什么？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。小希，哪里有甜蜜的幻想，全是你和我，你却说林兄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还有我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小希，林兄，小希已经死了，我是尚雅呀。你来干什么？担心你啊，怕你想不开。小希已经走了，你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了。他肯定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知道他恨我，所以连最后一面也不想见我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真是个废物！我告诉你，你和尚雅的婚事已定，如果你敢为了一个死人而耽误大事，我真饶不了你。如果不是你，小希都不会死。这一切全都是你的错。他的死怎么能怪到我的头上？那是他自己的命。是你害死了他父母，是你间接性害死了他和我们的孩子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为他们的死负责。没有证据的事，你可不能乱说。要不是当年顾家收养他，他可能活不到现在。婚礼当日，你可不能给我丢人。哼！小希，我会给你一个机会。过去的简溪已经死了，小树，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希望是另一种景象。兄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离开你的。为什么？简溪不过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养女，我堂堂上家大小姐，要家世有家世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样貌有样貌，哪里比不上她？你永远比不上她。小希已经走了，协议结婚的事到此为止。顾明一休，回婚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吗？你给我想清楚！顾明修，离婚意味着顾家拿不到上家的投资，你确定这样做吗？别忘了，顾氏集团的生死大权还掌握在上家手中。顾明修，难道你也想落得跟简溪一样的下场？顾启年为了顾氏集团，是不会允许你这样做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我也想和简溪落得一样的下场？凭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顾伯伯为了顾氏集团是不会允许你这样做的。简溪的死是不是和你们有关系？说！这婚你必须结，否则顾启年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就不怕他知道简溪死亡真相，先罚你？他有证据吗？只要你叫你那个表弟处理干净，就不会有事。放开心，简溪刚死，接受不了也很正常。给他点时间，我保你顺顺利利的当上顾夫人。做仔细点，任何线索都给我抹干净。监控、行车记录仪，别留下任何线索。我做事你放心，不过你答应给我的好处，3个亿的工程款，明天会准时打入江氏集团账户。你只管做好你自己的事，管好你的嘴。明白。希望真的能顺顺利利。难道你也想落得跟简溪一样的下场？顾启年为了顾氏集团是不会允许你这样做的。
顾总，这是关于简小姐车祸的初步调查报告，肇事司机已经查明，是江庆杰驾的司机。江庆杰，尚雅的那个表弟。对，而且尚氏集团突然将一个3亿的工程项目交给了江氏集团，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关联？江庆杰和尚雅还没有那个胆子，敢做这件事的。没用，找一些可靠的人去调查这件事，不要声张。是。我不会你的事，你要拖多久？简溪的死对我打击很大，我需要时间调整。所以你是同意我们结婚了？婚礼时间我说了算。好，那你好好调整，多久我都会等你。我要把这好消息告诉大家去。只有这样，才有机会从尚雅的口中得知真相。我查到了关于你父母当年车祸的全部资料，都在这个里面。你打开看之前，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你父母的死可能跟顾家有关。什么？包括你遭遇的车祸，很有可能也是顾家的手笔。贺大哥，帮我换个身份，我想重回江城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身份就是时尚集团萧氏家族唯一的继承人萧寒之。你想短时间内成为他，就只能吃些苦头了。我不怕。他的舞蹈才能出众，曾获过无数大奖。他的绘画天赋出众，曾在巴黎卢浮宫办过个人画展。小希，吃这么多苦，就为了再次回到那个修罗场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我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提线玩偶。尚雅小姐，新婚快乐！而是寻求真相的审判者。时尚集团萧寒之小姐特此送礼。时尚集团的千金大小姐不是常年在国外吗？怎么突然回国了？小希，你没死，真的是你。我想顾先生应该是认错人了。小，冷静一点。家父在外，敬请见谅。萧家为2位新人准备了新婚之礼。礼送到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祝2位新婚快乐。小希，小希，我知道是你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知道我…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刚才已经跟顾先生做过自我介绍，我叫萧寒之。小希，我知道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了，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？顾先生，我可以原谅你因认错人而造成的情绪失控，但不代表你可以无休止的侵犯我，请你自重。小希，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但你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我？你放开我！小希，我知道以后，但我已经改变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放开我！小希，顾明修，你对我妻子尊重点。妻子？贺庭轩，你装什么？我们合作了这么久，你怎么会有妻子？我们在国外就相识了，觉得彼此很合拍，然后就结婚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说什么？不要再纠缠我的妻子了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你还好吗？看得出来，顾明修还在为当初伤害你的事感到愧疚。
那又怎么样？我回来只是为了调查真相，他愧不愧疚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虽然你换了身份，但是我想他们不会轻易相信，更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所以接下来你要更加小心。那正合我意，我就是要让他们调查我，好让我查清楚当年父母死亡的真相。顾总，关于萧寒之小姐的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。说，她确实是萧氏集团的唯一法定继承人，该集团实力雄厚。这位萧小姐自幼生活在欧洲，艺术造诣很高，舞蹈、美术都获得过很多国际大奖。2年前和贺庭轩在欧洲相遇结婚，当时新闻有报道过。不过什么？据说这位萧小姐2年前曾意外失踪过一段时间，再次出现就是和贺庭轩结婚的新闻了。2年前失踪，而后突然出现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她就是萧邪。萧小姐，萧小姐，我为我之前的鲁莽行为向你和庭轩在这道歉，希望你们不要介意。顾先生言重了，既然是误会，解释清楚就好了。不过我也很讶异，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和我相像之人。确实一模一样。我曾经伤害了他，他的死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伤害。萧小姐，我想请教你，如果我现在弥补这些行为，你觉得他会原谅我吗？我想应该不会吧，因为他去世了，不是吗？逝者已去，顾先生，向前看吧。可是啊，人要向前看嘛。萧小姐，你好呀，我是顾明修的妻子上雅。顾太太你好。韩芷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长得像也是种缘分嘛。借缘分。是啊。简溪酒精过敏，你若不喝，说明你就是他。韩芷她不胜酒力，我带她。哎，一杯酒而已，我相信萧小姐不会不赏脸吧？既然顾太太热情相邀，那我就干了。我看你能坚持多久？听闻萧小姐才华横溢，舞蹈功底深厚，不知可否赏脸表演一段，让大家饱饱眼福呀！啊，好，来，期待你的表演。老公，那就麻烦你做我的舞伴了。乐意之极。喝了点酒，一点事都没有。真是的。
肖小姐，肖小姐，你在里面吗？你还好吗？顾先生，您是不认识字吗？还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癖好？我是看刚才肖小姐匆忙离开，脸色不太好，所以就冒昧跟过来看看。顾先生，您还是顾好您自己吧，还有你的妻子。你的脚受伤了？比起小时候受的伤，这点又算什么？爷爷总说要人前显贵，就要人后受罪。现在想想，也蛮有道理。这些年你为了躲我，受了多少罪过？顾总，您又来了，这认错人的戏码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我海外的线人说，萧寒之确实是萧氏集团唯一的继承。难道真的是自己？那还要对他动手吗？当然，谁让他长一长，喜欢他。关于你父母的意外，是顾启年和上家一手策划，为的就是夺走你父母的研究成果。这两家还真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这笔血债，我要他们加倍偿还。萧小姐，明天有空吗？想请你单独吃饭。尚雅小姐邀约，我荣幸之至。顾总，查到了，真正的萧寒之在2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现在的萧寒之就是锦溪小姐。她真的是小溪，小溪还活着，太好了！备车去贺家。小溪，小溪，你在哪儿？小溪，你快出来！我知道是你，顾明修，你发什么疯？你还给我装！我早就查清楚了，真正的萧寒之在2年前就已经死了，现在的萧寒之就是简溪。快说，他在哪儿？他去见尚雅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也没接。现在给我立刻查下人在哪儿，一定要找到小。视频显示，尚雅和几名身份不明的人绑架了简溪小姐，他们的车辆最后出现在城郊废弃工厂。尚小姐，你想干什么？萧寒之，应该叫你简溪才对吧？尚小姐也喜欢认错人吗？别装了，我见过你酒精过敏的样子，你脖颈处的红疹已经出卖你了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既然离开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为什么还要回来和我抢明宵？我回来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查清。你不是喜欢假死吗？那我今天亲自送你一程，让你死得干干净净，再也没有办法回来和我抢明宵。上！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开？因为他要从我的手里把你抢走。
他必须死！今天有我在，谁都别想伤害他。我今天看你怎么保他！上！我让你眼睁睁的看他真的死在你的面前，只有这样才能断了你的念想。不要！住手！赶紧把他们带走。尚雅，警察马上就到了，你别再错下去了。顾明修，爱你的那个人是我，不是他。我爱他就够了。那我就让你爱而不得。明修。小谢，别走，小谢，小谢，骨头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小谢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他有没有受伤？肖小姐有大碍，她被贺先生接走了，但尚小姐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，竟然把自己的妻子送进监狱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把尚雅小姐送进监狱，那顾家后面怎么办？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！他做错了事儿，就该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混账！那个萧寒之究竟是谁？竟然让你如此在乎？当年小希父母车祸的事情还没调查清楚，还不能让他知道小希的案。这次他一定会对小希动手。早见你这样，还是简溪活着的时候，让萧寒知道究竟是谁。我听说和他长得一模一样，确实长得像吧？哼，最好这样。去查一下那个叫萧寒之的底细，倒要看究竟是什么来头。是。小希，小希，顾先生，有事吗？这2年你过得还好吗？我过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知道你还在后母，所以才不会和我相恋。我还有弥补的机会。顾先生，你如果是来道歉的，那大可不必。之前你帮了我，我们之间就算两清了。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两清？不是这样的。那你想怎么样呢？你是想听我说我原谅你了，还是你又想弥补我？小希，知道你的伤害怎样都弥补不了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，我是真的爱。过去了就过去了，请你好自为之。小希。对了，我叫萧寒之，是庭轩的妻子，请顾先生以后不要再打扰我。顾明修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小希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这2年我一直在想，要是我当初不那么在意外界的眼光，或许我们的孩子就不会，你也还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。我不许你提起我的家人，你不配。都是你们顾家，害我家破人亡，你不知道吗？小希，全都知道了。我本来想等你出国了再告诉你，可是顾启年他用你的安全威胁我，你早就知道了，所以你收养我，是为了控制我。顾明修，我恨你！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小希，小希，小希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会查清当年的所有真相，给你一个交代。伤害过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
以前的事儿不要再想了。如果孩子还活着的话，现在应该能叫妈妈了吧？顾明修当时没有告诉你，可能也是有什么顾虑。毕竟顾启年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。那不是他伤害我的理由。现在的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。要是他能早点告诉我，现在我们也不会是这样的结果。顾总，您让我调查的事情有结果了。说，当年简小姐遭遇的那场车祸，确实并非意外，参与者中就有上雅小姐，还有，说，还有当年上雅小姐的手被扎伤，是她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计。我们都冤枉简小姐了。我说了不是我，为什么我要道歉？对不起，小溪。喂，什么？我知道了，顾总，萧小姐，不对，简小姐好像开始了针对顾氏集团的商业狙击，在我意料之中。萧小姐暗中接触了几个重要骨头，有收购顾氏集团的迹象。那个萧寒之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如此了解顾氏集团的底细？商场人向来各凭本事，技不如人又能怎样？你说我技不如人？好，我倒要看看那个萧寒之到底有多大的本事。明天约他见面，我要亲自会会他。是。萧小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最近的一些举动，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顾氏集团的利益。我想知道你做这些究竟是何用意？正常的商业手段罢了。怎么，你输不起吗？萧小姐，你别忘了，前不久是我儿子救了你，你不知恩图报也就算了，反而落井下石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之所以深入陷阱，完全是拜你的好儿媳所赐。年轻人，做事不要太绝，要懂得给自己留后路。我做事就是如此。如果你看不惯，尽管放马过来，我等你。只有逼急他，他才会再次动手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抓到他的犯罪实证。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使用非常手段。你怎么不开灯？我习惯了。你这样逼顾启年，是为了让他再次对你下手，然后露出马脚是吗？可是这样你会再次陷入到危险之中。可不这样做，就找不到他实质性的犯罪证据，所以我只能以身入局。可是你这样有可能会丢掉生命。我不怕，只要他能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我死也愿意。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你有危险的。外面有东西关起来。听着，顾董事长吩咐了，萧寒之不留活口。小溪，小溪，小溪，小溪他创伤应激障碍后遗症。什么？没有人知道他一个人在国外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我遇见他之后，他刚好在被一群小混混欺负。顾启年肯定还会派人过来，你们先去我那儿吧。他怎么样了？还没醒。说说他在国外的事吧。我遇见他之前的事，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。但是我知道他受了不少的苦。后来我带他去了医院，医生说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医生说他这么大的伤，一定是经过了很多创伤之后才会变得这么严重的。都是我害了他。顾启年当初拿他威胁我，我害怕他伤害小溪，
所以他远离他，没想到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伤害。当年那场车祸看似是上雅搞的鬼，可是背后却是顾启年之事。同样的手段，10年前他对简溪的父母不也是这样做过吗？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想了很久，还是决定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我查到顾启年，他可能不是你的。开什么玩笑？这不可能！我是他一直从小养大的。我没有开玩笑。30年前，林家公子林敬业和顾启年情同手足，他们俩同时爱上一个女人，可是那个女人最后选择了林启年。顾启年表面上祝福，背地里就处心积虑，害得林氏集团破产。林氏夫妇也在一场车祸中双双殒命，留下了一名男婴。林氏发生车祸后，孩子下落不明，而此时刚好顾启年带了一名男婴回了顾家。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当年我的父亲也在那个车里，车祸发生时，我刚好在给他打电话。刚接到电话时，我刚好听到了顾启年和他助理的对话。你可能不会相信我，这是当年车祸的调查报告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别再顾忌亲情了，顾启年也应该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创伤应激障碍后遗症，没有人知道他一个人在国外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我遇见他之后，他刚好在被一群小混混欺负。小七，小七，天轩呢？他在隔壁房间休息。我要回去了。你身体还没有恢复。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。放开我！身体还没有恢复，而且何家现在也不安全。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会处理。小谢，你冷静点，听我说。董事长，你怎么来了？顾明修呢？哦，顾总啊，他去公司了。放屁！我在公司怎么没有见到他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他是把那个女人藏起来了。哎，董事长，哎，董事长，哎呦，董事长，顾总他真不在。告诉顾明修，最好不要帮着姓肖的那个女人对付我，否则别怪我连她一起收拾。一定。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吗？你还有没有哪不舒服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说过我要保护你一辈子，前半生我没有做到，但在后半生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守护你。守护？想当年，你可是眼睁睁看我被冤枉，却无动于衷。你不觉得守护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格外的讽刺与可笑吗？我知道我做了很多无法弥补的错事，但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说以前的事了。错过就是错过，我们回不去了。你说的对，以前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但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，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的。顾董 ，DNA 对比结果也出来了，董事长他
确实不是您的亲生父亲。关于您家的调查，也证实了贺先生的说法，车祸确实是董事长安排的。继续搜集证据，记者将命你谨记。是。对不起，习惯了。我能在这坐坐吗？就一会儿。我之前一直想在爱情与亲情之间权衡好，但后来我发现我自己活得就像个笑话。我越想保护在意的人，反而却伤害了他们，害死了你，也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今天才知道，叫了30多年的父亲，居然是杀害我全家的人。是不是很可笑？我为了一个仇人，伤害了我最在意的人。你是怎么知道顾启年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？贺庭轩帮你查简家的事儿，顺藤摸瓜查到的。当时顾启年用你父母的事情威胁我，我害怕你知道后离开我，但我更害怕，我如果不按他说的做，他会伤害你，所以我才答应你上家的联姻，故意疏远你。都过去了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连小溪也没有。你醒了。走。昨晚的事，你昨天喝多了，不必在意。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要让他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这些是顾氏集团主要业务最薄弱的环节，以及顾启年干的所有见不得光的交易记录。你这是打算釜底抽薪？釜底抽薪也好，玉石俱焚也罢，有些债总归是要还的。第一阶段的胜利值得庆祝，小溪明修，我敬你们一杯。小溪，你酒精过敏，不能喝酒。我差点忘记了，小溪，那你以茶代酒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他，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，有些话也该说了，别给自己留遗憾。小溪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？
我们没有可能了。这件事结束，我们各自安好吧。小姐，我知道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了，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？简小姐，顾老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当年是我大意让你逃到了国外，你不好好活着，竟然非要回来搞垮我的顾氏集团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顾启年，恶人有恶报，全是你咎由自取。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咎由自取，只有成王败寇。当年你的父母一样，刀了都得死，知道吗？啊！畜生，你是杀人凶手！这些除掉了多少不长眼的东西，你跟我斗，还累了点。既然你想念你的父母，那我就送你下去，跟他们团聚。住手！放了他，真不愧是我顾启年培养出来的好儿子，这么快就找到了这里。你根本就不是我父亲，你就是一个卑劣的骗子，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凶手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那我也没有必要去隐瞒了。但是，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放了他，我留下。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？就凭我已经掌握了你所有的犯罪证据，并且已经发到了网上。如果半小时之内我不输入密码解除，那它就会自动发送给警方。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可以不信我，那就大家一起死。好，你留下，他走。别怕，何庭轩和警察都在外边等你，只要你安全了，我才能换顾无恙。走了。我说过，我要保护你一辈子。前半生我没有做好，但在后半生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守护。放下！陆少！只要你走了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怎么了？刚才顾启年说的话，我全都录下来了。这次是帮到你了吧？你骗人！小姐，我这次没有伤害你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我原谅你了。